前为止，我没看出来你给韩露安排了什么更大的惊喜啊。王岩发布会最大的赞助商是谁 SES 啊。好，发布会开始之前，他们会突然向我们提出 SES 的 logo 要贴在每个模特身上最醒目的地方。这不可能，王阳绝对不可能同意的。他当然不可能同意，他要同意了，那韩露跟他还怎么反目啊？那他们俩要是反目了，这发布会不就黄了吗？你这不是砸韩尚的招牌吗？韩尚是我物色好的大本营，我怎么可能自砸招牌呢？我是要韩露众叛亲离，我要韩尚所有的人都看看我乔美美处理突发事件的应变能力。那你打算怎么做呢？你就等着看好戏吧。我看这不简单啊，姐。王阳的性格你还不了解吗？以他的脾气，是宁愿取消一场发布会，都绝对不会接受任何临时的要求。还有 SES 集团，我相信他们也不会随便说说就不了了之吧。到时候你能拿出什么更好的折中方案来吗？这些呢，我全都考虑到了，你就不要操心了啊。姐，到时候你能保证真的做的一点痕迹都不留，不让沙峰还有韩露他们看出来？哎，你怎么那么不相信我呢？你到底是来帮我的还是来毁我的？不是，你听我说，我们可以给韩露制造无数的麻烦，但绝不是那天。那应该是你跟韩露一致对外的日子。我们需要的是韩尚更加壮大一点，不是吗？主编，那个乔总监说，服装协会的卢部长来了，让你过去一下。李教授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是白色的呢？我明明要的是粉红色，粉红色你色盲啊，气死人喽 ！Oh my god，Oh my god！帮他洗，改，我们马上改。怎么改呢？改呢？我跟你说几句话。知道我最喜欢你今天哪个系列的设计吗？说，勇敢的说。心有灵犀哪里去了？太失望了。为什么不是粉红色？气死人了！这一条一定要跟那边确认。不过你先把这个事情办完再说。好的。小姐。王子殿下，有什么吩咐吗？就感觉你今天好像，我怎么感觉你今天好像哪里说不出不太对劲啊？有什么问题吗？衣服，对，袖子没了。
王子殿下，不是我，我的不是我，我的天哪！你为什么改掉了我的创作呢？你在侮辱我，你在侮辱我呢！我没有，你别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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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简直就是暴殄天物，你无法无天，你太过分了！你，我的袖子呢？对不起，袖子呢？你别生气，你别生气啦。不怪他，是偶剪掉的。你不觉得这件衣服被我改掉之后，更有迪奥的风范吗？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设计地塞，你知道吗？你设计本来就是天马行空，不拘一格。好，你说的啊，你等着我，你气死人了！陆宁啊，你有没有看到他的眼神？那是一种要把你给吃了的眼神。哎呀，好可怕哦！不怕，乌龟一只，不要怕，不要。哎，你在搔我大腿吗？谁搔你大腿？啊，什么东西在抓我大腿？哎呦，周天，我最怕小动物，快帮我看看是什么？什么？不会是老鼠吧？让开！花阳，你要干什么？救命！设计就是天马行空，不拘一格，这是你说的。
啊，哎，你不知道，我今天终于看到大场面了。哇，好漂亮啊！真的好漂亮！你没看到我们主编处事不惊的样子，就像我跟你说过的，像个女王一样。有那么了不起吗？嗯，下午再用场面，让我看两眼。没问题，以后有机会我一定会带你去的。周末，你是没看到，那个时候有好多好漂亮的衣服，还有很多特别好听的音乐，那个场面那么的壮大，就让我会觉得有些激动。为什么？你为什么不能激动啊？不管是时装发布会还是宠物比赛，只要办得好，一定会让人激动的。可是，我不知道这种变化是好还是不好。你知不知道，像以前那样的穿着，在很多人眼里就像个小丑一样。谁敢说你小丑？我跟他们拼命了。讨厌，要不要吃啊？我不吃了，我怕甜。行了，也就到这儿了啊。然后回去了以后多听妈妈的话，有什么事就给我打电话吧，好吧？哎呀，跟妈妈走吧。给，打电话了啊！再见。再见啊，拜拜。这边走啊，漂亮。怎么了？没事啊，奇怪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6月28日，晴。此刻，我的眼前还有发布会上让人眼花缭乱的色彩，模特摇摆的身姿，还有包括主编在内所有同事们严阵以待的神情，甚至耳边还有我和刘探明关于卡帕的讨论。我好像隐隐抓住了什么，可又不确定，是不是只要认真了，任何一个职业都会被赋予一些神圣的东西。来，这是你最喜欢吃的鱼头。连我老婆都不记得我最爱吃鱼头，反倒是你记得。那现在最知道谁最疼你了吧？现在知道了。来，为韩尚今天的发布会成功，干一杯！哎呀，你刚才跟韩露喝了好多了，你就少喝一点吧。啊，来，我给你倒。我高兴啊！好。你跟韩露齐心协力为韩尚，一醉又何妨？美美，我知道你心气高，别心急。TMG 将来绝不仅仅只有一个韩尚，你的位置也不仅仅是个广告总监，但有前提，韩尚必须坐稳时尚杂志销量排行榜前3把交椅。到时候，我就可以在董事会提任何建议，你明白吗？你呀，你就是不说这个话，我还不是拼了命把韩尚往这个方向引啊！好了好了，赶紧吃鱼头吧，啊！我当然知道，所以，我把我最爱吃的鱼头给你吃。那我吃啦。这个老滑头，别想用一个鱼头就来打发我。这点我可以理解，但是其实我心里也很难过。舒丽也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朋友。原来你把熟龄当成是一个朋友，熟龄当成是一个朋友。哎妈，康康，这么晚了还没睡呀？啊？康康，康康，问你呢，功课做了吗？这小家伙，
一直不上床等你回来，这不，你回来了，他要撂脸子。他呀，是因为上回你没带钓鱼去，记仇呢。像话吗？这么小年纪就记仇，这么烫，发烧了？没事，我去煮姜汤，一喝就好。这个4分5裂型，这个车祸现场型，这个不用检，我担保韩露一个都看不上。姐，你这么看久了，没准能不能看死你。方丽爷，怎么还没到啊？对呀，对呀。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，我迟到了。你敢迟到？对不起啊，我知道错了。不过我迟到也用不着惊动这么多人吧？想啊！行了，别臭贫了，该干嘛干嘛去吧，不等了。喂，在等谁呀？主编。真的从来没有发生过啊？反正我跟他这2年半里从来没有过。会不会是睡着了，很累，然后没有醒？你以为谁都像你那么猪头啊？难道是生病了？病他也会病在办公室里。临时有事儿，临时有事儿更得给咱俩治得团团转了，能让你我这么闲着吗？真是。那是为什么呀？哎呀，不会有什么意外吧？哎呦，没事儿，不可能，哪那么巧，别一惊一乍的啊！方小姐，你们韩主编搞什么鬼？约了我9点，我在里边傻等了半个多小时。哦，那个，哎，不是，你怎么进去的呀？我光明正大走进去的。那我一直在这儿，我怎么没看到你呢？放心啊，你们这儿没有后门，也没有暗道，这我早就查过了啊。你没看见我呀？啊，是因为9点你在洗手间里刚画了一只眼睛。哎呀，真神了呀！真逗你！哎，你是？方小姐，我觉得你对下属的教育太不全面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这是著名的时尚快报记者罗西。你们韩主编到底什么时候来？哦，我们也正找他，我马上打电话，马上去。没有理由，没有原因，韩露不见了，是吧？哎，好办。罗，哎呀，你是属扫把星的吧？啊，不说话连点个头你都会惹祸。我又怎么了？我懒着理你。
手机、家里电话都打了吗？不光这2个，连他家那条专线和那部从未曝光过的手机号码我都打了。肯定是出事儿了。啊？不会吧？出的不一定是坏事儿，可能性太多了。那我们怎么办？暂时只能等韩露找我们了，但是工作还得继续做下去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你一不是他的亲信，二不是他的跑腿，你能知道几个电话号码？也许那几个电话号码别人早就打过了，别费心了。那你的意思就算了？谁说算了？你看，10点了，韩露没打招呼，也没出差，也没出现在办公室里，这是天大的一件事情啊，怎么能算了呢？你又动什么坏脑筋？这里边有问题，而且是个天大的问题。哎，也许啊，所有人都知道，就瞒着你和我。哎呀，你还发什么愣呢？赶紧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。哎，丽丽，你说主编是不是恋爱了？恋爱？这女人要是一恋爱啊，这眼睛里啊可就没有工作了。啊，主编也要恋爱？我从来没有想过他是吃五谷杂粮、是人间烟火的凡人呢。你以为恋爱就像咱们啊，或者是陆明和宁世仙那样，主编也有恋爱的权利？行了吧，咱们主编从没恋爱过。哎呀！哎，宁助理，你好好分析分析，主编不露面到底是有什么原因？韩上有大事要发生了呗？大事儿？什么大事儿？主编不出现肯定是有他的原因的，那又不能让杂志社内部的人员知道，就是怕走漏风声。呀，无间道！方丽仪啊，那个新闻出版社的王小姐，还有那个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朱女士，还有新闻出版社的苏秘书长，现在他们全在办公室乱成一团了，你快去看看吧。糟了，啊，那个朱小姐是苏秘书长的前妻，啊，他们两个不能见面，太坏了。莫云莫奇，是开会。好的。开会了，开会了，开会了。韩善是一本期刊，不管主编在不在，他都要按时出刊。这就是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前提。韩露女士是个成年人，既然她不想告诉我们，肯定有她不得已的原因。我想，我们找到现在也该收手了。那不行。没错，我觉得应该报警。报警？呵呵。我费事的问一句，你们给110打了电话，人警察问这个人失踪了多久了？啊？2个小时，2个小时，一个成年人失踪了2个小时，你们猜，警察会怎么想？啊？莫名莫奇，从现在开始，每10分钟给主编打个电话，是每一个号码，知道吗？是。怎么样？大家可以安心工作了吗？
工作是没错，安心就不一定。这一期离集稿的时间只剩2天了，可偏偏主题还没有定下来。取 A 稿还是取 B 稿？发展 C 方案还是深化 D 设计？请问，除了主编，谁还敢拿主意？所以，发动所有力量，先找人。找人？怎么找？啊？我们这里所有人加起来不过几十号人，上大马路找吗？这根本就没有可能性的。好了，不要再说了，你提的事儿我说了算。对不起，说下大天来，就算主编一时不能负责，对杂志内容的筛选，还有我这个艺术总监在。什么时候轮到广告总监和行政总监说话了？哼，好啊，陆明，还没怎么着呢，你就开始争权夺利了。韩上可是一本专业杂志，绝不允许外行领导内行。你说什么？你说我是外行？这可是你自己说的。够了！我的意思是说，咱们大家能不能把事情倒过来想啊？大家先不要去讨论谁做主的问题嘛，我们大家应该集中注意力解决问题，是不是？那说不定说出来，咱们大家意见都是一致的。那就算不一致，我们大家也可以协商解决呀，也不至于这样闹得伤了和气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是吧，乔总监？通过。OK， 那我们这期可供选择的主题是：1是世纪正传亚健康，2呢是广告与反潮流。好，2位总监的意思是？把亚健康的设计稿先讲出来。啊，那个刚刚在会议上的时候，关于亚健，不用管，我们按我们的思路走下去。哎。我凭什么出来？啊？你说，我凭什么我出来？说的是啊，一般吵架吵输了应该才出来的。韩露现在不在了，啊，那么杂志社就应该是我的天下了，该我好好表现了，该是我的机会了，对吧？这就见仁见智了吧？哼，我倒是要看看，是我在搅和你的事儿，还是韩上的定海神针？我要让你立刻见分晓。你这是说给老尚听的？马上给我打电话，给所有的广告客户打电话，让他们把他们的经典案例全部整理出来给我。不是广告客户，陆明不是说做亚健康吗？陆明，你还管他呢？他什么时候管过我们啊？不是我们，是你。我就知道你这猪蹄要往外拐。行，你不打，我自己打。哎，姐，你能不能动动脑子，好好想想？你现在做这个反潮流广告的主题真的不合适，又容易丢分寸，又容易得罪人。现在稳妥才是首选嘛。哼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韩露能做的，我为什么不能做？你要非要跟他比，我也没办法。但是最好先揭开自己的底牌看一看。你好好想想，你现在做这个，到时候销量下去了，客户也跑了，那老尚怪罪你吗？他能不能真的保得住你？听我的，真的没错。哼，该是听我的时候了。大家都在忙，我们要不去帮帮忙啊？平时我们忙，这没见有闲来帮我们呀。哦。那我们打打电话什么的吧。那不有那俩活宝在打吗？那乔美美摆明了不信任我们，别自讨没趣去。哦。喂，你好。
刘总，你也知道这个消息啦？是啊，怎么找都没找着呢。哎，那要是你能帮忙的话，就太好了。啊，好，我等你电话。他也知道主编失踪了。哎，他怎么会知道？你要搞清楚他是谁，他是刘泰明，有什么他不知道？既然他这么关心，我嘛就应该把情况再搞清楚。哎，去干什么啊？我去找乔美美。驴唇不对马嘴，全都不对。这些亚健康的图片配上了反潮流的口号，反潮流的图片又配上了亚健康的短文，还有这些主题隐晦不清不楚的，根本不对啊！我有个提议，不如做双主题怎么样？双主题？双主题？对啊，你做135，他做246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没你这么做和事佬的小娘，谁家杂志这么做呀？135亚健康，246反潮流，我看不如干脆就叫精神分裂。那个，我好像听主编说起过，他好像对这2个主题都不太满意，所以才没定下来。你怎么不早说呀？啊？人不在，没有表决权。你有事吗？哦，那个有，外面已经有人在找主编了，所以我来问问有没有什么进展。主编昨天开过会，乔总监准备和大家讨论下一期的起稿方案。没有，您都不在，我当然不能让他们讨论成了。哎呀，主编你怎么又咳嗽了？我要不要去医院看看您吧？好，我知道了。你怎么在这儿呢？厕所有人，你不是不进来的吗？我正在适应男女共用啊。哎，郭美姐，我听见你在跟主编打电话。嘘。刚才的事不许和任何人说。你这力气怎么那么大呀？什么事还说没力气，把门卡都让我来干。少啰嗦了，刚才的事儿绝对要保密，知道吗？主编住院了。老大，不想让别人知道这件事。他生什么病了？周婷，你说这流感的症状，它是什么样的？流感？什么？流感？这不可能！你们知不知道普通人感染流感的几率有多大？几乎为0，知不知道？不可能，我听得清清楚楚，是周田说的。这会不会是一种隐喻？对，隐喻。我觉得宁先生说的太对了。我的天哪，流感！我要去医院，我要去！怎么回事？主编已经得流感了
安全起见，去医院走。啊！陆明，我昨天晚上都在你家，你等等我。陆明，这是流感。喂，你好，啊，刘总，啊，去那么好玩的地方出差啊？那一路平安啊！啊，拜拜。我怎么没事儿呢？喂，甜甜。周末，流感已经到我们身边了，岸上几乎所有的人都阵亡了，你也要小心啊。流感？那你没事吧？秋天，你不要忘了帮我妈买药啊。喂，主编，我已经在药店门口了，买了药我就去您家。我放在门口就走。好的。你好，我要买点药。你不是那个刘主编的啊？刘台民是我老公的高中同学，我还以为你是刘主编的家人呢。你误会了，我孩子的爸爸是警察。我怀着他6个月的时候，他爸爸殉职了。孩子出生到现在，泰民一直照顾着我们。孩子的生日，孩子他爸的忌日，泰民都会记得。就连有人追我，泰民都要先审查呢。是吗？哎，我帮你拿药吧。啊，谢谢。先等一下。哎，周小姐，你怎么还没走啊？你把这个药单拿走了，我想带回杂志社，这样下次主编就不用再写了。好，是这个吧？还需要我帮忙吗？我还真需要帮忙。我妈今天早上疾病住院了，家里人都外出打工去了，就等着我回家去照顾她。可是韩小姐她也住院了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。看看你回来啦，来给我拿。不用了，我姥姥呢？咱们家来客人了，你看，周天姐姐。你好。啊，美女。哎呦，慢一点。周天姐姐，我带你去我们家逛逛。周天姐姐，你是我们家的第1个客人，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，是妈妈叫你到我们家来的吗？我妈妈在哪儿？姥姥说她出差了，可她怎么一件衣服都没拿走啊？妈妈，你疼吗？你
没有出差，周天告诉我了，你病了，在住院。周天说我现在不能去看你，如果我看了你，我就会被传染的。乖，看看的听话哦，妈妈很快就回家了。妈妈，我不生你的气了，你也别生我的气了好吗？等你好了，我和姥姥一起去接你出院。等妈妈有空，一定带你去钓鱼，好吗？妈妈，我现在已经不想钓鱼了，真的，我不影响你的工作。好吧，康康，再见。再见。秋天姐姐，妈妈没有时间，你带我去钓鱼吧。我？嗯。主编竟然有个10岁大的儿子，看看很乖巧，但是眼睛里时不时会闪过一丝忧郁。这么可爱的儿子，为什么不能公之于众呢？或者是因为看看的爸爸？他爸爸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主编又曾经有过什么样的经历呢？瓶子，来瓶记账的啤酒。你干什么啊？你不是想让我们跟韩胜一起阵亡吧？请自觉自律。喂，行了，你们放心吧。我要是真有事儿的话，医生能让我到处乱跑啊？我告诉你们啊，即使是大师也不见得能够抢拍到这个裙子掀起的瞬间。哎，这个瞬间就是这个裙子设计的最完美体现。周田，你也太不够意思了，有时装秀都不叫上我们。就是啊，哎，你别着急，以后啊，我一定会把你们安排到最好的位置上去欣赏。好，够哥们儿。嗯。哎呀，完了完了完了！周田算是彻底的放弃他的梦想了。干一行爱一行也不是坏事。哎，周田彻底的放弃了，你说下一个会是谁？是你？我觉得不可能。英子吧，也不像。淼淼，他有什么好放弃的？这要是我，就更不可能了。即便是世界末日来了，我都不会放弃我的梦想。虽然我现在看起来特别的非常的不顺。走你这条路啊，自古以来比干什么都难。哎，冯哲啊，你不是构思了一个历史小说吗？场面恢宏，气势庞大，赶紧把它写出来，看谁还敢欺负咱们。谁打的？哦，喂，哎，陈先生你好。哎，你好你好。哦，不好意思，这两天事儿太多了。啊，真是不好意思，真是不好意思。喂。哦。明天。行，没问题。好嘞，好。哎，再见。谁呀？啊，你不认识？哎，你干嘛？去趟洗手间。是谁啊？我想应该是他的房东。
好，这里是韩尚。你好，我是尚峰，你是？啊，尚总啊，您好，我是韩主编的助理周田。哦，大家病好了吗？只怕是越来越严重了。那这期的韩尚怎么办呢？停刊呢？停刊啊？不停。主编，你从医院偷跑出来，对不对？我不偷跑出来，你一个人能出刊吗？可是你在发烧哎，你得回去。周天，你给我听好了，韩尚永远不会，永远不能够让读者失望，知道吗？大姐，大侠，把强叔跟杨叔拿给我。开始。去呀！哦。不对呀，我记得 Alexander McQueen 这双靴子定价是15100块钱。打电话查一下他们公司，确定一下。主编，他们好像已经下班了。上他们的官方网站。好的。网站上面也没有，不过是100块钱而已嘛，普通读者是不会注意的。现在不是钱不钱的问题，也不是注意不注意到的问题，是我们态度的问题。否则我们怎么能够得到所有读者们的信赖呢？啊？资生堂的精华修护液呢？这个是含抗老化成分最多的，而且是价钱最平易近人的一款防皱液啊。范主任稿，把它抽出来重新写。主编，我可不可以问一个问题啊？说。为什么所有的加厚广告和拉页都是在32、64、128这样的页数后边呢？我的意思是说，为什么都是在8的倍数后边？没错，都是在8的倍数后边。因为每8页纸，它称之为一手纸。如果像这些很特殊的纸张不夹在8的倍数后面的话，会对纸张造成很严重的浪费，这是做排版最基本的要求。你翻开讲书看看，上面贴着所有绿色的便签条，你就知道为什么了。知道了吗？
起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我怎么就睡着了。把这钥匙拿到医院去，给陆明桥、美美、邓宁他们审核，如果没有大问题的话，就立刻送去值班场。你不回医院啊？我回去还出得来吗？我还要等采样。嗯。你干什么？为了让你能够好得更快一点呢，我要给你打一个药瓶儿。你为什么自己不先试自己啊？我又没有生病。你放心吧，我在医院跟护士学过，而且这个药水啊也是大夫专门给你开的，你不会成为小白鼠的。什么时候学的？刚刚啊，不要，不行，你不打吊瓶，烧就退不下来。来，我不要。你看，我说没事儿吧？我妈是个针灸专家，从小跟着她，全身上百个穴我都能扎得准。扎个针儿嘛，小意思了。主编，来喝点粥吧。我自己来。我喂你没事的。你看这个手还扎着针呢。乖啦，来，我喂你。妈，露露，哎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啊？今晚回不去呢。对，杂志社还有很多急事要做。哎呀，你要不回来呀，我们康康就不上床睡觉。你跟他说，他如果再不听话，这个礼拜6就不带他去玩了。妈妈，康康，为什么不听姥姥的话呢？啊？我要妈妈。妈妈不是跟你说好了吗？乖，快上床睡觉，明天还要上学，知道吗？哦，妈妈再见。妈妈爱你。
主编，要不你先回去吧，我一个人等就可以了。采样一来我就通知你。回去也是让他们担心，我怕把感冒传染给他们。怎么，你怕我把感冒传染给你吗？没有，没有，这真的没有，你相信我。开玩笑的。主编，你这么常常不回家，他们不会抱怨吗？那你觉得值得吗？值，不值？是你告诉我什么是标准。我只知道，我对每一件事情，对每一个人负责任，我就认为是值。可是有些事情失去了是弥补不了的。那个号称时尚界西太后的人，此刻就睡在离我不到2米的地方。乔美美说她没有人性，可是邓玲却说这正是她成功的原因。难道说成功就必须以没有人性为代价吗？刚才的话，也许是我勾起了她的伤心往事吧。喂，39度了，你一定要回医院了。周小姐，采样已经连夜给你们印出来了。想让我早点回去干活吧？怎么搞的？我们要的是红色，为什么给我橘色啊？这是红色，不是橘色呀。色弱，再看看。记得回去跟他们讲，重新调色，红色，我要的是红色。哦。还有一张拉页呢。拉页。我记得下一他有一张拉页是讲那个小周天，我跟你讲过无数次了，这个拉页它不能随便抽出来的，它要放在原来固定的地方。我要讲多少次呢？好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主编，哎，这些东西都已经检查完了，没有问题。没问题啊。现在赶快去送去给那个尚董，让他签字，签完字立刻送到值班角，他叫他出费令。那你呢？我自己会回医院的。快去。
这次多亏了你们主编，韩尚才可以按时出刊。不过，以后我绝不允许这种事情再次发生。除非你们心怀鬼胎，想你们这出色而又不要命的主编英年早逝。其实呢，这一次能够如期顺利的出刊，你们真的让我深深的感受到你们付出的心血。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，在不同的岗位、不同的场所，做出了你们的努力。还有，如果这次没有周田，我相信我可能真的见不到你们大家了。韩露，这么谦虚，不像你的风格。我还是那句话，没有你们，没有韩尚。OK， 我决定，今年 TMG 最佳年度表现奖授予韩尚，在座各位年终奖金翻1倍。但是，年度最佳个人贡献奖，韩露，非你莫属了。谢谢尚总。主编，马四化妆品的卢总明天从法国回来，想和您见个面。知道了。